我知道虽然标题写的男兵止步，但一定还是有很多男性朋友点进来吧。你不要那么专业好不好？好了，我知道你们都是暖男，想学起来回家照顾自己的女朋友或太太，至少不是总是去看一些怪怪东西学习。全国最完整的私密处保养影片上线啦！私密处保养最近几年形成议题，原本以前不太常见的私密处产品，清洁液啊、盥洗衣什么的，现在也大量的出现。但是现在才出现这样的产品，到底是以前人都不注重保养，还是厂商的商业操作啊？网络上都是一些内容农场、产品开箱或是美妆部落客的文章，真正医疗科学上的讨论非常少。所以我们团队决定要来完整的解答，花个几分钟建立观念，以后就能轻松的打破迷思哦。那我们就开始喽。女生的私密处的生理构造非常的精细跟复杂，小小的区域里面就有很多的结构。来上图，这是一张外生殖器的构造。如果从侧面的解剖图来看，就可以看到生殖器内部像是阴道、子宫，还有其他附近的构造。在阴道口的附近有一个叫做巴氏腺的结构。性刺激的时候会分泌一些黏黏的液状物，子宫颈和阴道内的腺体也会分泌白色或透明的分泌物，这都是正常的现象。这边要特别说明的是，每个女生在生理周期的不同阶段，分泌物都会有一点变化。像是排卵的时候，分泌物会变得比较粘稠一点，像是鸡蛋生蛋白那样咯咯的。在不同年龄或阶段，像是怀孕中、生产后、停经前后之类的，分泌物本来就会有不一样的状况啊。有些广告文宣会利用这点来吓你，叫你买这个，买那个。在正常范围里的变化，其实都不需要太过担心啦。那要怎么自己判断分泌物健不健康呢？有两个条件：透明或淡白的颜色，除非是生理期前后的经血，否则平常不该有其他颜色哦。第二是没有强烈的味道，这边说的是强烈才需要注意，有一点味道超正常的啦，不要奇怪的东西看多了以为都是草莓口味的。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总之，如果没有明显的颜色或味道的变化，也没有痒痒或痛痛的，只是单纯的分泌物比较多，觉得湿湿的有点不舒服，都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真的担心的话，也应该去找医生确认是不是感染，反正不会是先去买什么私密处保养品用啦。另外，也有人担心私密处是不是就胎哥很多细菌，胎哥是没啦，因为这些细菌虽然是确实存在的，却扮演了维持阴道健康、正常运作的共生菌的角色。别听到细菌的皮皮草啊，你嘴巴张开，随便都有上一只哦，别惊。大多数情况，这些细菌都是无害的，甚至有些是维持正常平衡的好菌。这些好菌有以下特色哦：一，在数量上有优势，让自己比有害的菌种多，平衡酸碱值，制造细菌素抵抗外来的菌种。简单来说，这些本来就有各自的功能的细菌，把阴道当成是他们的嘎桃，只要有外来的细菌帮派入侵，多半会是一场腥风血雨。好，但比起嘎桃，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保养和清洁的问题，对吧？我们把外阴部和阴道分开来谈。外阴部清洁的话，有些私密处洗剂主打自己是弱酸性的 ，pH 值接近阴道的3.8到4.5左右，但其实外阴部没有那么酸，大概 pH 在5左右。再说，阴道和外阴部都有自己的调节 pH 值能力，只要不是刻意长期的使用特别酸或碱的产品，身体都会调整回来的。反而比较需要注意的是，闷热的环境会让外阴部痒痒的，甚至起疹子，所以会建议少穿那种不通风、材质容易摩擦肌肤的内裤。对啦，就是在说某些同学晚上特别爱穿的战斗服，好看 sexy， 但材质不好的这种，你留在战斗时穿就好了啦。那说到内部的清洁呢，有些人会觉得经血脏，生理期就会想要去冲洗一下，或是买那些专用来盥洗的道具啊、冲洗器什么的。可是我们想跟大家说，这些完全没有必要。月经就是子宫内膜剥落的产物，这些产物和子宫颈分泌物都是正常代谢的一环。这整个从阴道被排出来的过程，本来就是在自我清洁了嘛。英国的国民健保署 NHS 也给人民很清楚的建议 ：Some women use the douche to clean the vagina, but using the douche can disrupt normal vaginal bacteria, so it isn't recommended that you use one. There is no evidence douching protects against STIs or vaginal infections, and it may even increase the risk. 有没有阴道的味道？刚刚说过了，正常的分泌物本来就有个淡淡酸酸的味道，其他什么迷人的味道就不要多想了啦。英国皇家妇产科的 Ronnie Lomond 教授说了 ：If nature have intended the vagina smell like roses or lavender, you have made the vagina smell like roses or lavender.
特别是这些香氛的产品，如果弄不巧，反而会破坏健康的平衡。所以说了这么多，到底有哪些状况出现了，会建议你去看医生呢？5个状况：分泌物的量、颜色、味道有明显的变化，阴道和外阴部有瘙痒或刺激的感觉，温存的时候会痛，小便时会痛，这有可能是尿道炎或阴道炎，阴道轻微出血或是点状的出血。有这些状况，千万不要替 key 啊！不找医生却先去买私密处保养品来用，真的只会延误治疗的时机，或是让感染更严重而已。如果没有这些状况的话，恭喜你，你只需要做好日常的保养就好。这边提供你一些建议：选用温和、不刺激、不添加香精的外阴部的清洁产品，什么草本天然无毒的宣称，OK， 看看就好。阴道内的盥洗产品没有必要，以免破坏正常的菌虫的平衡。真的因为感染有需求的时候，医师会开给你的，不需要特别去清掉阴道内的月经血块，保持私密处通风凉爽不潮湿。有人如厕后会用湿纸巾，但市面相关产品有些含有比较高浓度的防腐剂或香精，长期用反而不好，平常用卫生纸就可以了。规律的作息，确保正常的免疫；规律的运动，强化骨盆底的肌肉，确保安全性行为，该带要带。对，我就在说你们男生们哦，你们还没走啊？看到这里不简单哦。发生过性行为或是30岁以上的女性，建议定期做子宫颈膜片的检查。总而言之，确保自己身体整体的健康，就是维持阴道健康的方式。平时再多注意以上的几点原则，就万无一失啦。唉，大多数的频道都在说你需要什么什么，我们都在说你不需要什么什么。我想我们应该一辈子都不会受到厂商的青睐吧，哈哈。我们是 Med Partner， 有一群医师、药师、营养师、化妆品配方师组成的专业团队。如果想看更多保养、保健、瘦身的知识教学、迷思破解，还有偶尔打脸不上厂商的影片，欢迎留言、按赞、分享，也别忘了按下订阅以及旁边的小铃铛，追踪最新的影片哦。